住在100只母鸡的房间和住在10万只苍蝇的房间哪个让人更难受？他们要挑战在5种特殊的房子里生存24个小时，谁能坚持到最后就能赢得1万美金。第一个房间是100只母鸡的领地，难闻的气味加上鸡毛满天飞，他能坚持多久呢？乔治一脸轻松地躺在床上，这里有食物有水，他还担心什么呢？只是很快他就笑不出来了。节目组首先放进来5只母鸡，让他熟悉一下环境，它们看起来很温顺，应该不会叨人吧。乔治用面包屑把它们吸引到角落里，保持一段距离心里会放松一些。但是你害怕鸡，鸡可不怕你，非要飞上桌子恶心它。这时主持人又放进来20只母鸡，狭小的空间突然变得拥挤了，地面也不再干净，但是床上是他重要的领地，一定要保护好。乔治把床单卷起来放好，很担心会被母鸡拉上痕迹，他喜欢在床上睡觉，母鸡好像也很喜欢。2个物种一直在争夺领地，节目组继续投放母鸡，这次投放了25只，这才1半的数量，那味道已经上头了。很难想象100只到齐会是什么场面，不管地面有多少粑粑，他只想床上能保持干净，但是执着的小鸡非要上来凑热闹，不管他怎么赶，总有小鸡跑上来。乔治变得很焦躁，刺鼻的味道加上小鸡的挑衅，这个挑战也太难了，他准备吃点东西压压惊。这时节目组再次投放母鸡，把剩下的50只全部扔进去，100只母鸡几乎占满了整个房间，而乔治只想保护好唯一的进度，再趁机吃点东西，才有力气坚持到最后。这时头顶出现2根管子，节目组让他接住掉下来的鸡蛋，只要接住5颗就能得到1部游戏机。这个挑战好像并不难，只要掌握好投放的规律，就能接住掉下来的鸡蛋。乔治很快就完成了任务，提供的游戏机却被锁在了笼子里，密码就藏在3只鸡的脚上，他只能一个一个的去翻鸡爪。还好母鸡们很配合，很快就找到了3个数字，打开了笼子，拿到了游戏机。我管你是鸡圈还是猪圈，有了游戏机，他就可以置身事外。很快过去了3个小时，节目组送来了肯德基，在鸡圈里吃烤鸡，总感觉怪怪的，只是这味道太香了。乔治吃得不亦乐乎，吃饱喝足以后，他学着鸡的样子鸣叫，完全不去理会满地的狗，仿佛这样可以麻痹自己，骗得了母鸡骗不了自己。100只鸡的温度充斥着整个房间，他呼吸越来越困难，很想离开这里。节目组提供了一瓶空气清新剂，有了些许的香气，他又恢复了信心。虽然不能掩盖浓烈的鸡粪味，但可以改变一下周围的空气。再玩一会游戏机，已经坚持了10个小时，乔治感觉味道越来越大，自己好像中毒了。就连节目组也没想到会有这么臭，于是他们把木门换成了铁丝门，希望可以进入一些新鲜空气。节目组告诉他每只鸡的脚上都有名字，只要找到3只同名的母鸡，就会得到一个呼吸器。这样的环境真的难以下手。乔治屏住呼吸开始寻找，还好他运气不错，很快找到了3只同名的小鸡，带上呼吸器，他感觉好多了。剩下的时间他准备睡一觉，希望可以过得快一点。漆黑的夜晚，母鸡变得很胆小，听到一点声音就会到处扑腾，睡也睡不好，身上还臭烘烘的。节目组又放进来1只大公鸡，这让乔治更加难受，他很担心公鸡会攻击他，而节目组却让他变成另一只大公鸡，成为同类就不会咬你了。希望节目组不会骗人。只剩下最后1个小时了，乔治彻底摆烂了，既然躲不掉，那就面对季风吧。他和母鸡和平共处，谁也不搭理谁。时间开始倒计时，这艰难的24小时终于结束了。乔治挑战成功了，这仿佛是一场噩梦，他希望赶紧忘掉这次挑战，但是节目组却做了一张照片让他永远记得。第2个房间里竟然养了10万只苍蝇，密密麻麻的飞虫嗡嗡作响，不但恶心还让人抓狂。他能坚持多久呢？阿伟看到房间里有电视、厨房，或许这个挑战不难，但是很快他就笑不出来了。节目组开始释放苍蝇，10万只苍蝇像无头苍蝇一起飞出，瞬间填满了整个房间。阿伟害怕的捂住嘴巴，万一有哪个不长眼的飞进嘴巴里，他可能会当场去世。而主持人告诉他必须脱掉外套。你是认真的吗？没有了外套，阿伟好像失去了防御。这种苍蝇个头很大，虽然不咬人，但是撞来撞去就像飞机划过一样，身上痒得难受。幸好他没有洁癖强迫症，不然1秒都待不下去。比赛才刚刚开始，他必须找到一种方式和苍蝇和平共处。阿伟发现容器里有1只青蛙，他恳求青蛙能吃掉这些苍蝇，但是青蛙也吓懵了。这种场面该如何开口？算了，撑死你也吃不完。阿伟试着麻痹自己，把苍蝇当空气，不去想它就没那么烦人了。他打开电视准备玩一会游戏，坐着一动不动，苍蝇很快就会把他包围，只有不停地移动，身上才会不被粘住。1个小时后，苍蝇可能飞累了，空气中少了很多，但是阿伟稍一移动，又开始了漫天的黑影。这时节目组放进来1只乌鸡，阿伟想到是铁锅炖还是让它消灭苍蝇，还是吃掉一些苍蝇比较实用。接着又放进来2只鸡，这么多的苍蝇，100只鸡也吃不完啊。3个小时后，
阿伟突然肚子饿了，他打算做点饭吃。电锅很热，苍蝇不敢靠近。做饭的过程很顺利，只是做好之后，苍蝇忽然就有了兴趣。阿伟只能一边赶紧吃一边驱赶它们，可能吃得慢一点就被苍蝇抢走了。他想坐下来看会书打发时间，但是持续不断的嗡嗡声让人头脑发胀。可恶的苍蝇随时落在身体上，根本看不下去。阿伟在房间里跑来跑去，睡也睡不着，坐也坐不住。这时节目组送来一些水果，吃点东西心情也会变好。正在享受美食时，却有人拿着鼓风机进来，他们担心苍蝇不够活跃，为了让阿伟更加难受，鼓风机吵醒了每一只苍蝇。节目组还真是贴心，不如你留下来一起。小助手吓得赶紧关上了门。7个小时后，主持人拿进来一台电风扇，他让阿伟脱掉上衣，只要坚持5分钟就能赢到一个奖品。电风扇开启，10万只苍蝇就像飞机一样异常活跃，撞击在脸上身上，又痒又疼。阿伟咬牙坚持了5分钟，他的奖励是一个特殊的箱子，只要把头伸进去，就能安心吃顿饭了。这时小助手扔进来一颗响炮，不但没有影响他，反而吃得更香。剩下的时间他准备躺着度过。阿伟明显是累了，不管苍蝇的死活，他竟然睡着了，一直睡到第2天早上。主持人告诉他可以离开房间了。阿伟激动地离开房间，这么恶心的挑战他竟然成功了，不得不佩服自己的勇气。第3个房间是胶水房子，地板上是黏糊糊的胶水，冰箱里的食物也可以拉丝，就连天花板都在下着淅沥沥的小雨，所有看到的一切都被涂满了胶水。这么魔性的房子，小伙能挑战成功吗？猴子看着陌生的房间，小手碰到的地方都是胶水，不但很黏，脚下还很滑，他只能一直移动保持平衡，这要是摔倒了，一身的猴毛可就保不住了。1个小时后，猴子打开冰箱找点吃的，里面的食物也被涂上了胶水。好不容易拿出来1瓶油，再拿出1瓶可乐，手套就被粘坏了，这也太黏了，想喝可乐是不可能了。猴子准备做点饭吃，意外找到了备用的手套，他把食用油打开，只要涂在手上面，就能隔离开胶水，双手果然舒服多了。他找到1颗鸡蛋，把它粘在天花板上，下面再放一个平底锅，不用双手也可以开鸡蛋了。虽然看着好玩，但这肯定不能吃，就连桌子上的水果也被洒满了胶水。节目组告诉他，只要玩1次平衡板就能拿到食物，平常很容易完成的动作，在这里竟然这么难做。猴子试了好几次都没能站上去，他一屁股坐在椅子上，先把2只脚放上去，再慢慢站起来，果然成功了。猴子得到了美味的食物，手上沾满了胶水，还是直接上嘴巴。厕所里面也有胶水，只是这纸巾应该怎么用呢？吃饱喝足以后，猴子准备看会书，贴在墙上正好解放了双手，就连灌篮的时候都不用担心球会找不到。这么黏的墙壁，能不能粘住人呢？猴子自娱自乐玩得很开心，他把能扔的东西都粘在了墙上，竟然莫名的很解压。再来一个俯卧撑，把他累得不行，衣服差点没粘掉，实在太累了。剩下的时间他准备躺在沙发上，但是躺下容易起来难，算了，还是躺着吧。很快1天的时间结束了，这么难的挑战，猴子竟然成功了。封闭的大门打开，猴子激动地哭了，估计他再也不想看到胶水了。第4个房间是在废弃的地窖里，这次他要挑战在里面生存7天。在没有食物和水的情况下，他能挑战成功吗？周围的泥土很潮湿，里面不但有床、沙发，还有放东西的架子，就连厕所也挖好了2个洞。只要过完1天就划掉1个数字，请记住现在干净帅气的模样，等出去的时候或许连他亲妈都认不出来。小明找到一个好朋友，在孤独寂寞的夜晚可以相互作伴，再把房间稍微装饰一下，自己喜欢才会住得舒服。地窖的中间挖一个储水池，如果遇到下雨天就能喝到水了。忙活了几个小时，小明突然肚子饿了，但是没有吃的，他只能靠睡觉麻痹自己。小床的尺寸很小，这一夜注定睡得不踏实。第1天在新奇和饥饿中结束，醒来的小明还是很想吃东西。这时节目组送下来一部对讲机，里面的声音告诉他，饿了可以吃土啊，反正下面多的是。这导演也太狠了，当真一点食物也不给。小明看着满墙的黄土，在干净的地方挖下1大勺，他很抗拒，但是饿肚子一样很难受，刚放进嘴巴里就被未知的味道恶心到了。这一次他鼓起勇气再次尝试，嚼了2口还是难以下咽，吃土的感觉太难受了。小明的决心让导演很感动，送下来1盒罐头，还好找到1节断掉的勺柄，也只能用这个开罐头。试了半天竟然没打开，再用木板砸几下，小明忍不住吸了1口汤汁，久违的味道让他很幸福。这次他终于吃到了食物，希望这盒罐头能让他吃饱。吃完之后精神也好了很多，而且又找到一个好朋友。他突发奇想为虫子兄弟做了一个迷宫，谁先找到出口就把他送到地面去。小虫子沿着路线很快到达了终点，另一只虫子却做了逃兵。小明信守承诺，把它粘在棍子上，直接扔了出去。小虫子获得了自由，而他还要继续待在下面。长时间的缺水让他现在特别口渴，很希望节目组能送来1杯水。
这时从上面掉下来一个铁桶，让他装满泥土来交换。这还不简单吗？想要多少都有。而节目组却不按套路出牌。我是想喝水，不是要洗澡。这么冷的天，你想冻死我呀？导演很心虚，还是送下来一杯水。小明舍不得喝完，存起来一半。只是这睡觉的小床更难受了，湿漉漉的，到了晚上会更冷。眼睛一闭一睁就到了第3天，昨天留下的水杯也被弄脏，喝了一口满嘴的泥土味。外面不断响起刺耳的噪音，小明让他们不要闹了，然后把对讲机扔到了一边。这时墙壁上流下来很多污水，原来是下雨了。小明缩在角落里躲避雨水，小雨变成了大雨，地窖的墙壁全部打湿，泥块时不时的往下掉落，差一点就砸到了小明。他只好站在了中间，又饿又冷，再加上这么恶劣的环境，正常人1分钟都待不下去。不知道小明还能坚持多久。随后更多的泥土脱落，眼看地窖就要坍塌，小明赶紧通知节目组放弃了挑战，这是拿命在冒险啊！小明扯着绳子逃离了地窖，他坚持了3天已是极限，7天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。很遗憾，小明挑战失败了。第5个房间是冰块房子，只要能坚持24个小时就能赢到奖金。整座房子全部由冰块制成，就连里面的家具甚至马桶都是冰块做的，不管待在哪里都会让你浑身颤抖。小助手们合力关上了500斤的大门，比赛也正式开始。而乔治更狠，用圣诞树堵住了唯一的出口。老王彻底看不到外面了，只能独自承受这一份寒冷，身上的衣服很单薄，小手也被冻得通红。他忽然意识到这个挑战比想象中困难很多，但他不会轻言放弃，只想证明自己。3个小时后，乔治拿来了一件棉衣，竟然是小孩穿的。老王只能垫在屁股下面，终于可以坐下来歇会了。正好肚子也饿了，他希望节目组能拿来一些好吃的，而乔治却拿来很多的煎饼，还加了更多的糖浆。本以为老王喜欢吃甜的，没想到是他想多了。老王不喜欢甜食，那叉子你总需要吧？老王用冰块叉子吃得很香，吃饱以后身体也有了一些温度。6个小时后，他一直在坐着，冰冷的空气让他不想动弹，大鼻涕流出一波又一波，他也懒得去擦，实在冷得受不了了。他向小助手求助，希望能给他吃一些辣的，平常一点辣都不能吃，在这里竟然吃下了一包辣薯片。令他很不解的是，没有喝水，为什么去厕所的次数很多？12个小时后，老王几乎要冻僵了。值得高兴的是，他已经完成了1半的时间，只要再重新经历一遍就能挑战成功了。医生帮他检查了身体，暂时没有大碍，老王也恢复了信心，他认为自己没有问题。16个小时后，现在是凌晨2点左右，房子里的温度又下降了很多，老王感觉身上更冷了。他用摄像机记录下此刻的心情，希望可以缓解一下痛苦。而乔治睡不着，又来捣乱，砸开了被冰封的大门，房间里的家具也没能逃过一劫。老王只顾着身上很冷，一动不动，懒得搭理他。18个小时后，他依然还是坐着，但是嘴巴却一直喃喃自语。他身上很冷，还很累，但他不敢睡觉，这一闭眼可能就是一辈子。22个小时后，小助手给他拿来了毯子，裹上之后暖和多了，只剩下最后2个小时了。老王坚信一定会撑到最后，而小助手却在门口支起了大浴缸，里面是滚烫的热水。老王浑身发抖地看着热气腾腾的浴缸，眼里满是羡慕。很快只剩下半个小时了，不敢相信，在这样的环境下，他竟然能坚持24个小时，连他自己都佩服自己。小助手通知时间已到，老王不舍得踏出冰块房子，离开了这个糟糕的地方。他挑战成功了。那么问题来了，如果是你会选择在哪个房间挑战呢？